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只有你盛江娶了温念，才能成为盛世集团的真正掌门人。爷爷，您这苦肉计演了3年，哼，您不累吗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娶温念的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嫁给盛寒之前。上一世，盛恒当众悔婚，我苦苦哀求，最后守着婚约熬了30年，蹉跎一生。没想到，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这一世我不追了，这婚我也不结了。阿和，你干什么？非要气死你爷爷才甘心吗？他自己要演戏，关我什么事？混账！这婚你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爷爷，我不嫁盛恒。念念，你说什么？这婚我不结了。以前是我执迷不悟，强求的婚姻终究不幸福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当他是哥哥。温念，欲擒故纵玩出新花样了，演的倒是挺像那么回事。盛恒，我是认真的，以后绝不再纠缠你。行，我等着，等你哭着回来求我的那天。放心吧，永远也不会再有那一天了。小念，是不是盛寒说不结婚惹你生气了，所以你才这么说？你放心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这辈子就只能娶你。爷爷，我并不是在说气话，只是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活。盛云不愿意娶我，我也不是非要嫁给他不可。我知道您对我好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以后就是您的亲孙女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真的。好，那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亲孙女，我盛家就是你的靠山，谁敢碰你一下，我绝不饶过他，包括你。别以为我让你娶念念是为了她，念念这么好的姑娘，你打着灯笼都难找，早晚有你悔情肠子的一天。后悔？不娶她，我只会庆幸自己美好的人生没有被糟蹋。一个个的全向着温念，到底他是盛家人还是我是盛家人？不识好歹！念念这么好的孩子，你不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。那就祝他尽快找到一个珍惜他的人。阿和，这孩子，念念，跟阿姨说实话，是不是阿恒说了难听的话逼你？你受了委屈千万别憋着。阿姨，真的没有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仗着您和爷爷的宠爱胡搅蛮缠，非要他娶我。但现在我已经想通了，我和盛恒本来就不合适，没必要强行凑到一起，最后搞得大家都身心俱疲。不在一起也好，念念这么好的姑娘，还愁找不到好人家，有盛寒那小子哭的时候。念念，前些天你在医院照顾爷爷累坏了吧？怎么还起这么早给我们做饭？没事的，阿姨，我睡得很好，早就休息过来了。念念，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家，想吃什么想玩什么，尽管跟你盛阿姨说。要是无聊，下周你陪爷爷去江南散心，咱住上半个月再回来。爷爷，阿姨，我想出去找份工作。找工作？念念，你还这么小，外面工作多辛苦啊！家里又不缺你这点钱，你何必出去受那个罪？阿姨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总不能一直住在盛家白吃白喝，而且我也想出去锻炼一下，学点本事。傻孩子，说什么白吃白喝？你是爷爷的亲孙女，爷爷养你一辈子都愿意。你要是想上班，我现在就让人事打个电话，明天让你去市场部当经理。不行，爷爷，我只有大专学历，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，直接当经理别人会不服气的，到时候反而给您丢脸。爷爷，我想从最基础的文员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学东西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要强，基层工作又累又琐碎，还要看别人脸色，多委屈啊！我不怕受委屈，爷爷，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，才能真正学到东西。好，拗不过你，那就按你说的，先从基层做起。不过咱们说好，要是不想干了，随时跟爷爷说。还有盛寒那小子，他要是敢在公司欺负你，我扒了他的皮。好，
谢谢爷爷。念念，爷爷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不愿意嫁给小恒？爷爷，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任何一方的妥协，最终伤害的都是两个人。我不想以后悔恨终生，也不认为盛恒是唯一的、最好的选择。那好吧，希望盛恒能及时醒悟吧，要不然悔恨终身的就是他了。今天有个叫温念的女孩来面试，不管她应聘什么岗位，都给她通过，安排在行政部就行。看来又来个关系户，不管什么岗位都通过，好大的排场，等着瞧吧，肯定又是一个想借关系接近盛总的狐狸精。你应聘什么岗位？我刚毕业，没有工作经验，想从基层做起，多学点东西。基层？你确定？当然。奇怪，通过后门进来的，不找个轻松悠闲的管理岗位，要下基层自找苦吃。跟我来吧。这里是行政部，这是你的工位，这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，以后你就主要负责整理行政文件、统计报表，琐碎工作比较多，你辛苦一下。整理得很工整啊，这真是你的第一份工作？这小姑娘是真踏实啊，真是走后门进来的。本来以为是哪家的大小姐呢，没想到这么努力，而且能力也很强，完全不像是刚入职的员工。有背景，有能力，肯定是来镀金的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升上去了。难道温念是不想受人口舌，所以才选择从基层做起？若真是这样，那就得尽快考虑给她升职的事情。哟，盛总，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主动约我们喝酒。就是啊，以前这个时候你早就被你家小未婚妻的连环靠催着回家了。怎么，今天没人管了？谁跟你们说她是我未婚妻？不是吗？圈子里谁不知道温念追了你10年，连盛老爷子都发火让你们结婚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和温念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她前几天在医院当众说不嫁你了，真的假的？哼。不就是欲擒故纵吗？他那点小心思，谁看不出来？一个没背景、没家世的普通大专生，你觉得他会轻易放过盛总这条大鱼？随便他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跟他结婚的。就是，盛总早就该跟他挑明利害关系了，省得他整天异想天开。来，我们干杯，庆祝盛总重获自由。话虽这么说，但3天了，他居然一条消息都不给我发。真是好样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改天再喝。啊，这就不喝了？回家还有事儿。啊，终于做完了，该回家了。才安分3天就装不下去了，特意守在电梯口堵我，欲擒故纵的把戏演的是挺辛苦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来工作的。工作？找工作找到我这儿来了，不就是装偶遇吗？这一套你以前玩的还少吗？盛总是不是太自恋了？我说过不会再纠缠你，你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我现在是公司行政部的在职文员，只是来这里上班。是公证，他真是来上班的。那又如何？谁知道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最好消停点，别让我发现你借着工作的名义在公司里到处打听我的行踪。你想多了。这丫头穿上职业装，看上去干练了许多，没了之前乡下丫头的模样，倒是好看了许多。我在乱想什么？那丫头哪里好看？盛总，我们还走吗？不走，回办公室加班，免得回去的路上再碰上她。你能不能别纠缠我了？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上你。不过3天，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温念，我等着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。
今天休息，给爷爷阿姨做个红烧排骨。小心！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走路别总低头看手机，太危险了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对不起，先生女士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以后注意点就行。盛爷爷，您在家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巧啊，我们又遇见了。是你，真的是很巧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拜访一位长辈，白天超市的事我一直想谢谢你，但你走得太快了，没来得及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顾言。我叫温念。你要拜访的长辈是住在这栋别墅里吗？我爷爷和盛爷爷是多年好友，但我们一家常年待在国外。这次回来，我爷爷特意嘱咐我过来看望他老人家。原来如此，我带你进去吧。奇怪，好久没看到温念了，反而有些不适应。盛哥，他最近真的不纠缠你了？管他干什么？他不来，我们正好清静清静。真的假的？温念追了你整整10年啊，说不缠就彻底不缠了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肯定是装的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坚持多久。要不要打个赌？不出2天，他肯定又会哭着闹着回来找盛哥。欲擒故纵，欲擒故纵也该有个限度才对。他都多久没有找过我了？没兴致了，我回家了。哎，盛哥，别走啊！刚热闹起来，我们还没喝够呢。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在干什么，竟然一直不找我。没想到你们2个这么有缘分。念念啊，小顾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人稳重，性格也不错。爷爷过誉了，我还是毛手毛脚的。今天如果不是念念姐帮忙，我怕是会被砸得头破腿流。小顾，快尝尝，这草莓是念念今天特意去超市买的，可甜了。谢谢阿姨。念念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和小顾是不是早就认识了？阿姨，我们今天才认识的，我在超市里顺手帮了他一把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是吗？我看他对你挺关注的。说起来，小顾这孩子我们也知根知底，样貌、人品、能力都不错。你要是真的放下阿恒了，不妨和他处处看。阿姨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，没想着谈恋爱。阿姨没逼你现在就谈恋爱，就是年轻人多接触接触，当个朋友又处处也挺好的。阿恒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顾言，顾律师。对了，你们以前还是一所高中的校友呢。我去厨房看看汤好了没有。盛总您好，我是顾言，念姐的朋友。朋友？你和温念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刚认识。不过我觉得和他很投缘。投缘？我劝你离他远点，他不是你能招惹的人。盛总，我觉得我和谁做朋友是我的自由，而念姐和谁做朋友也是她的自由。你们2个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我倒是觉得小顾和念念不错，挺能聊得来的。聊得来？才认识多久就聊得来了？妈，你能不能别乱点鸳鸯谱？什么叫乱点鸳鸯谱？人家顾言这么好的孩子，和念念多合适。既然你不愿意娶念念，我们当然要给念念找个好人家。谁说我不愿意娶她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去厨房喝水。温念，动作够快的啊！前脚说不嫁我，后脚就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了。盛渊，你胡说什么啊？胡说！你们才认识1天而已，你要是没跟别人眉来眼去的，我妈会撮合你们。首先，盛总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麻烦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点。其次，不要说我跟顾言之间没什么，就算我真跟他在一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绝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盛恒，你弄疼我了，放手！放手！故意把这个姓顾的带到家里来，在爷爷和我妈面前演这么一出，
不就是为了激怒我吗？现在的手段倒是越来越高明了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带谁回来，交什么朋友是我的自由，不需要向你汇报。立刻给我松手！盛总，没看到他已经很不舒服了吗？对一个女孩动粗，这就是盛世总裁的风度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是盛家，我和温念的家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？给我滚出去！家事？据我了解，盛总和念念既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，算哪门子的真正家人？更何况，就凭盛总刚才对念念的粗暴举动，我确实没看出半点对待家人的尊重。如果你再对他动手，作为他的朋友，我可不会坐视不理。好，很好，顾言是吧？你最好别后悔今天在这里多管闲事。左臂都红了，我去冰箱拿点冰块给你敷一下。不用麻烦了，一点小伤而已。今天让你看笑话了，实在抱歉。别这么说，真要说抱歉，也是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不过，以后如果他再这样纠缠你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盛总，您连夜让我查的顾言资料全部核实完毕了。说重点。顾言是盛老爷子多年故交的孙辈，归国顶级金牌律师，业内口碑和实力都是顶尖。这次刚回国定居，不过是个靠着祖辈情面的外来人，也敢掺和我和温念的事，简直自取其辱。温念，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盛总，我今晚加班合账，没空。我去，这么狠，当众拒绝盛总，一点面子不给他留啊！有种，之前都是大把女人往盛总身上抛，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拒绝他。疯了吧？不想在公司混下去了，等着瞧吧。我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温念就得滚蛋。这些报销单今天交给你处理，下班前必须出结果。看见了没？报应来了！温念这下可有大麻烦喽。据说这些单据积压了有3年了，咱部门就没人能把这些账给理清的。主管，账目全部核对完毕，所有票据错误已修正。另外，同事小王上月有一笔参与费漏报，我已经单独标注备注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就算是3、4个老员工，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吧？行，你放这儿吧。怎么可能？她一个乡下丫头，又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业务能力？也就是说，即便脱离了我们盛家，温念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好好活下去。盛总好，手头有工作，失陪。通知全公司，即刻起全员严查考勤，特别是行政部，谁出纰漏严惩谁。堵着我，这下看你怎么躲我。是，我马上下发公司通知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。跟着我一起上下班，你才不会迟到，要不然迟到3次就要被此举出公司。不麻烦盛总，我可以自己打车。认真工作的女人太有魅力了。顾言这家伙，他凭什么把别人的照片随意发在自己的朋友圈？本次项目数据延迟，全部是行政部对接失误导致，所有责任由行政南部承担。这个项目是温念负责的，所有的责任理应由他来承担。领导，我是在项目后期接手的。项目最终落地是不是你负责？既然是你负责，那出现的问题就该由你来承担。领导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接手之后，我就已经开始将相应问题考虑在内了。各位请看屏幕，这里有其他部门往期确认邮件，我方多次催办记录，各部门已读不回截图，完整时间线清晰可查，责任不在行政部。延迟数据我会全权补全，但权责必须当众划分清楚。处事严谨，权责分明。不错不错，既然有记录，那就别将责任推到一方身上，谁的问题谁负责。想让我背锅，真以为我是软柿子？说你最近工作很辛苦，还差点替领导背锅，
要不要我给你调换一个轻松的核心岗位，来给我当秘书怎么样？谢谢盛总好意，我目前的岗位很合适，不需要您费心。去把行政部门的主管叫过来。盛总，您找我？没事，多关注一下你们部门员工的工作负荷，合理分配工作，不要让员工过度劳累。温念拒绝了盛总，盛总难道是在点我，让我给温念的工作程度加强一些？明白，盛总，我现在立刻调整大家的工作强度。你接下来专职整理所有陈年档案，全部核对归档，不许出错。主管，这些档案积压很久了，为什么要突然拿出来整理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今天的工作就是这些。10年前的股权协议，这签字和条款有明显漏洞，不止一份，关联文件全有问题，这应该不是疏忽，好像是有人刻意做的。我记得顾言是律师，有时间找他问问吧。听盛爷爷说你最近很忙啊，怎么有时间来找我？有几个法务工作对接的事儿，我想请教你，顺便请你吃点甜品。那你算问对人了。聊什么呢？有那么开心吗？好巧啊，温念。顾律师在我公司楼下约见我的员工，有什么事吗？不巧，盛总，我们律所前段时间承接了盛世旗下的部分法资预行业务，我正跟温念核对几项条款内容。盛总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们继续了。有，当然有，我正好有几个法务问题想请教顾律师。第10条关于股权的争议条款，追溯期是5年，但原协议里的漏洞可以追溯到10年前。我查过当年的数据。对应资金流向有3笔对不上，分别是500万、830万和200万，都在我整理的附件里。我不是来听你谈工作的。那你想谈什么，盛总？10年的感情，10年的陪伴，你怎么能说放下就彻底放下？当初是你当众拒婚推开我。是你先斩断我们的所有牵绊，现在反过来质问我，盛总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可以弥补。我不需要弥补，我现在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和值得信赖的人并肩做事。值得信任的人，顾言，你跟他才认识多久就敢说信任？你了解他的底细吗？他接近你，心思未必就单纯。盛总，信任和时间没关系，你也别把所有人都想得那么坏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我等着你回头来求我的那一天。跟顾言聊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，将这些资料交给盛爷爷吧，他自有判断。能从10年前的旧档案里揪出这种隐患，文念，你做得很不错。爷爷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，你那边就别管了。念念，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回头我跟小恒说一声，让他给你升职加薪。他不给我穿小鞋就算不错了，或许我要考虑重新找一份工作，也算是和盛环之间彻底画上句号。谢谢爷爷。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都过来看看。这次排第1的不会是老张吧？他那个项目做得挺漂亮。难说，不过最近新来的温念最近被主管盯得紧，估计垫底。安静！本季度部门考核第1名，零差错工作记录，最优流程化全优，温念。真的假的？温念才来多久，而且还是领导们的眼中钉，就这还能拿第1？温念，恭喜啊！以前的事别往心里去，以后工作上咱们多配合。对啊，我们有不懂的，还得请教你呢，温念。温念，等一下。盛总这么早，有事吗？你以前最爱吃的虾饺，我一早去买的，趁热吃。谢谢，我早就不爱吃虾饺。温念，难道你真这么绝情？盛总，10点全员董事会需要您亲自汇报上季度的。所有会议全部推迟取消，
今日不处理任何工作。怎么回事？自从上次被温念当众拒绝之后，盛总就跟真了魔一样，整天魂不守舍的。不会吧？难道真是为情所困？你好，我是行政部的温念，被调来帮助你们筹备发布会的事情。温念是吧？你对流程不熟，先把这些杂物清点入库。我看了排班表，这次发布会的核心流程编排应该由统筹组全员参与讨论。新人只负责清点入库，核心工作轮不到你。那核心流程表总该给我一份吧？我需要知道整体进度，才能配合打杂。就这份，自己看，别弄丢了。就这一份。这份流程表被遮盖了几个关键点，根本不能用啊！不能用就别用，打杂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还有谁要汇报？我有。这是本次发布会全套执行手册，涵盖动线规划、嘉宾全流程、媒体区分、应急预案 A、B 方案，所有数据来源和责任人已标注清楚，请各位审阅。动线双向分流，应急预案细分到每个人。这套方案逻辑最清晰，细节最完善。本次发布会总部对接工作全交由温念负责。全负责，也就是这丫头，仅用1天的时间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。以上就是各项工作的最终确认节点。场地搭建今天下午必须完工，物料晚上8点前进场。是。温大主管，灯光音响的供应商那边可是说了，突然换对接人，他们不保证能按时调设备。要是耽误了明天的彩排，这责任算谁的？我查过合同，延期违约金是全款的30%。你去告诉他们，如果下午3点前设备不到位，盛世法务部会直接给他们发律师函，同时拉入集团采购黑名单。你别拿法务部压人，人家合作这么多年了。我只看合同和结果，现在距离3点还有4个小时，去沟通吧。郑总，发布会统筹组那边遇到点麻烦，灯光供应商好像在借机拿件，有位员工不仅不配合，还在暗中阻挠，需要我出面给供应商打个招呼。不用，既然温念那么有本事，把整个统筹权都揽过去了，就让他自己解决。遇到这种老油条供应商，我看你一个新人怎么应付。等你束手无策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盛世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到时候我要你亲口求我帮你，告诉下面的人，谁也不准帮你。顾律师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帮我抠出这份附加协议里的漏洞，那家灯光供应商恐怕还要继续拖延。这本来就是我的专业，不过就算没有我，以你刚才跟他们通电话时的气场，他们妥协也是迟早的事。时间紧迫，能用最快的方式解决最好。对了，这顿算我欠你的，等发布会结束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可是很期待温主管的庆功宴。这么晚还不走，在做表面工作给谁看？盛总如果是不放心明天的发布会，可以自己检查。如果检查完了，请不要打扰我工作。温念，你不用在我面前硬撑，只要你现在服个软，明天的发布就算出了什么纰漏，我也可以替你兜底。盛总多虑了，明天的发布会不会有纰漏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能交出什么答卷。想踩着我上位，没那么容易。等明天发布会结束，我看你怎么解释这份提前被修改过的方案出者全负责。明天就让你以旧辞职。念念，我代表律所过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，顺便给你带了份你最喜欢的陈记生鲜，吃点热乎的再上战场。谢谢你，顾言。又是顾言，温念，你对我冷若冰霜，对他却笑脸相迎。顾律师，跟我来一趟独立会议室。
顾律师，我劝你离温念远点，所有往来到此为止。盛总，我和温念正常交友，合规对接工作，你以什么立场要求我断绝往来？温念不吃香菜，闻到味道就会挑出来。她睡前必须留一盏灯，她生理期畏寒，冬天手脚冰凉，暖手宝冲好要随时放在她手里。这些你都不知道。盛总记性不错，但这些是过去的事。现在念念单身，她有自由和任何人交朋友。我警告你，不准再靠近温念半步，否则我不介意动顾律师律所的合作项目。盛总用项目施压，只会让念念更加看不起。本次发布会流程完善，零失误运营，温念统筹有功，总部即刻下发全员通道表扬。感谢公司信任，这是团队配合的成果。我也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，不负团队栽培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做了手脚的，怎么会这么顺利？你私自使用我的电脑，篡改发布会流程的视频和记录，我已经全部发到法务部了，希望你能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雨太大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麻烦盛总，末班车还没走，我坐公交回去。这把伞竟然还在，是我18岁人刻的字。他不舍得扔旧物，却舍得扔掉人。这把伞是盛总的，麻烦您明天还给他。10年，他当真要将这10年的情谊全部扔掉吗？阿恒哥哥，生日快乐！这把伞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希望它能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余生一片坦途。到底是什么时候把他10年的爱意全部耗尽？你说你没事淋什么雨？退烧药吃了也不见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念念，念念，阿恒高烧烧的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叫你的名字，你过来看看他好不好？阿姨，我不是医生，去了也帮不上忙，您送他去医院吧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念念，别走。这孩子早干嘛去了？当年念念一心扑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比谁都清高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这家的例汤听说熬了6个小时，你尝尝。顾律师对美食很有研究，每次选的餐厅都不踩雷。不是我有研究，是我每次约你之前都做了功课，知道你对吃的一向挑，不随便凑合。10年前确实挑，香菜不碰，葱姜蒜要挑干净。现在好多了，什么都吃。我烧了3天，你都不来看我一眼，现在居然跟那个姓顾坐在这里喝汤。跟我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盛总，请你放手，我的私人行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盛总，大庭广众之下拉扯一个女孩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顾言，这是我和温念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插手。盛总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说没有就没有了吗？温念，你做不到。温念，你留一下。盛总，有什么事情吗？10年的感情摆在这里，你告诉我到底要怎么弥补你才肯回头？盛总，过往已经翻篇了，我现在只想安心工作。翻篇？你说翻就翻！我烧了3天，你来过吗？你看过我一眼吗？你生病有医生，有家人，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你的生活就是和顾言一起吃饭，这是我的自由。盛总，如果谈的是工作，我随时配合；如果是私事，以后请不要再这样了。温念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放弃？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通知人事部，将温念调到市场部任职主管。是，盛总。念念，
我在你楼下，你下来一趟好不好？我有话跟你说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盛总，你喝酒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忙竞标会的事情。狗屁的竞标会！你不下来我就不走，我就在这儿等。是吗？那盛总注意别感冒。本次竞标方案由行政部温念主导汇报。盛总，温念并非该项目组成员，这不合适吧？盛总，竞标项目的对口负责人是项目一部的周组长，他对数据更熟悉，汇报效果会更好。周组长的数据是你复核的，方案核心框架也是你的思路。既然你对这个项目了如指掌，何必推辞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既然盛总点名，这份方案我来汇报。不过各位评审见谅，我需要5分钟整理一下原始数据，确保每个数字都有可查。加油！各位评审，请看屏幕。接下来，我将从3个维度拆解盛世本次的竞标方案：核心数据分析、落地执行路径以及应急预案备选。小念，真不错，没想到你临时上场，竟然还发挥得这么出色。你在行政部待着太屈才了，有没有想法来市场部？来我们宣传部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他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呢？小刘说他当初要嫁我，是不想放过我这条大鱼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盛总，最近至少有4家猎头在接触文念，开出的职位和薪资都很可观。把这些邀约的对接人联系方式找出来，我要亲自处理。刘总，听说贵司在接触我们公司的温念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我的人。盛总，我的职业规划什么时候需要您替我一一回绝了？这些猎头开出的条件并不比盛世好，我是为你考虑。为我考虑？您连问都没有问过我就替我做了决定，这不是考虑，是控制。我只是不想你离开盛世。您是盛世的总裁，不是我的监护人。我留在哪里，离开哪里，是我自己的事。盛总，这么晚有什么事吗？我在等你。这条围巾是你17岁时给我织的，这块表是你用第1份工资买的。这日历你画了整整1年，你说每页都写着念，我每翻一页都像是在叫你。这些旧物你还留着呢？我当然留着，10年的东西里面包含的是我们10年的情谊，说扔就扔吗？盛总，这些东西就和我们的情谊一样，会过期的。这些旧物，麻烦您处理掉吧。你真要这么绝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当你再次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就会重新回到我的怀抱当中。出了什么事？核心原料供应商断供了，新品上市只剩2周。把地址和负责人联系方式给我，今晚我直接过去。原材料涨价，加价30%，或者订单延期2个月，谁的价高我给谁。做生糊涂的就是利润，那就谈利润。盛世新品全年订单全部锁给贵商，合同签2年，条件是按原价原交期供货。2年独家锁定，这数目你说了能算？公章我带在身上，现在签，3天后第一批原料到位，不签，我今晚飞华南，2家备选供应商已经在等邮件，3分钟。合作愉快，3天后我亲自到仓库验收。温小姐，多有得罪，以后您的订单我亲自盯着。供应链危机由温念独立解决，总部已批示，该项目全权交由他负责。我调了一批备用货源，你压力会小很多。盛总，
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你这时候调一批货源和我排好的计划完全冲突，多出来的库存成本、仓储费用、排期调整等等都需要重新考虑。合同给你做了合规审核，修订条款标黄了。看你朋友圈说连续加班，热可可补充糖分。连我发朋友圈都注意到了，顾律师还真是细心啊。凭什么他就可以和你有说有笑，而你对我却那么冷漠和无情？他入职才多久，凭什么占晋升名额？我们熬了10年都没轮到。是啊，不就是长得好看，跟盛总眉来眼去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呸！凭什么？凭他独立拿下发布会统筹，凭他3天解决供应链断货，凭他的项目复盘被总部当范本转发。你们谁有同等业绩，拿来给我看，我一样给你提名。温念，盛总这么喜欢你，天天送花送早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动心？花送你，早餐趁热吃。我和盛总只有工作关系，没有私人牵扯。数额你随便填，条件只有一个：离开温念，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盛总，温念是人，不是可以用金钱交易的物件，你少跟我说这些。你接近他，难道没有任何目的？有，不过至少我从不会让他落泪。盛总，支票您收好。温念不是谁出价高就跟谁走的人，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。既然给你机会你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知道当温念万劫不复的时候，能留在他身边的究竟是你还是我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伪造档案记录也好，拼凑失职台账也好，给我坐实温念利用职务篡改公司核心档案。盛总，这件事风险太大了，万一被查出来，我会立刻飞海外参加封闭式谈判，全程切断通讯。事成之后，所有痕迹会消失在我出境期间。你们要做的就是管好自己的嘴。这好吧。峰会期间切断一切外部通讯，这是会议规则，也是我的命令。国内所有事务你负责对接，遇到任何问题，等我回来再处理。明白。所有篡改记录必须和温念的工号、操作时间绑定，先逼我打扫，原始文件替换掉，备份清理干净，数据库后台已同步覆盖。表面看就是他利用职务权限私自修改了核心档案，证据链无任何破绽。复诊进度快收尾了，晋升材料也能准时提交。这份工作做完，周末总算能歇一天了。盛总已登机，国内所有计划照常推进。温念，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世上唯一能依靠的还是我。温念利用职务之便，私自篡改公司核心档案，违规事实确凿，即日起冻结所有档案权限，接受公司全面核查。操作日志都有，监控也拍到了，这不是板上钉钉了吗？上次发布会他还被总部通报表，这才几天就翻车了。操作日志显示我凌晨2点修改档案，但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在公司，记录上凭空冒出我的工号和签名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说你不在就不在，谁能给你证明？你的同事还是监控？除了那些害人的人，还有谁大半夜2点在公司？至于监控，早被你们删除或者篡改了。如果我真的篡改了档案，为什么在发现漏洞的第一时间是我主动写了整改报告上报董事会？我何必先立功再自毁啊？温念，你这些话留着跟核查组说吧。核查期间，你的所有系统权限冻结，档案室门禁注销，散开，都回去工作。近期部门所有档案错乱、流程失误，均系行政部温念一人渎职所致。作为档案复审负责人，严重损害公司工作秩序。经核查组认定，温念的失职行为已构成重大违规。后续追责流程将按公司规章严格执行。平日里看着踏实上进，季度考核还拿过第1，谁能想到是装出来的？监控都拍到深夜进档案室了。
系统记录也对得上，证据摆在这儿，还有什么好说？这么说，温念这次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啊！我自问没有得罪人，高层敢做到这一步，一定是上面有人点头。能调得动行政高层、中控机房核查小组的人，盛世不超过3个。盛爷爷不会害我，另外1人与我毫无瓜葛。盛和都说一别两宽，你非要做到这一步吗？温念所有权限已被冻结，资政途径全部封死。员工舆论一边倒，无人替他发声。他有没有提我的名字？没有，从头到尾没提过您。不提也好，等他撑不住的那天，自然会回国。经专项小组核查认定，行政部温念私改档案重大工作失误，损害集团利益3项罪名成立，即日起进入正式追责程序。我没有罪，3页假报告就想让我签字，你未免太急了。3项罪名核查小组已出具正式结论，流程合法合规，你签不签字，结果都一样。所有的证据都是你们罗列的，所有的流程都是你们在走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证据链完整，流程正乖，这事儿翻不了，签吧。早签早结案。入职不到1年，闹出这么大的事儿也是少见。主动认罪可以从轻追责，不要负隅顽抗。真要是警方介入，那可就不是辞退那么简单了。温念，到时候等待你的很可能是牢狱之灾。如果警方给的也是相同的答案，那我宁愿坐牢。温念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报警？不报警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路，你继续闹下去，最后只有死路一条。给我留活路还是给你自己留活路？盛恒到底许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？温念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好，你不是要我报警吗？我成全你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字你必须签，警察保不了你，天王老子来了一样保不了你，是吗？今天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的孙女。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孙女，乖乖，温念是盛老爷子的孙女，盛家的公司，一群人逼着盛家的人签认罪协议，这也太荒唐了。孙女，搞笑的吧？盛总要我对付他的妹妹，完了完了，我这不是找死吗？盛总，你在哪儿？快回来救我呀！即刻终止所有追责流程。盛董，这核查流程已经走完，所有证据。这是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档案纸张年代检测报告，这是中控机房的外部登录 IP 溯源记录，这是拼接监控视频的原始文件与剪辑版本的逐帧对比。盛董，我们已掌握本次档案构陷的完整线索链。是谁指使的你们陷害我孙女？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自己站出来！真等我把所有证据摊在桌面上，一个一个揪出来，那可就不是离职那么简单了。我再问一遍，是谁指使的？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，档案纸张的篡改时间早于温念入职日期，中控机房的登录 IP 经溯源锁定为盛营总裁助理的办公账号。什么是啥？盛董，这些我需要时间核实。你的时间留给董事会慢慢审。盛爷爷，这些构陷我的材料我要复印一份带走。盛世不留我，但我得留着清白。楼下围了不少看热闹的员工，从后门走，我的车在负2层。你早就知道？先离开这里。温念，我盛总，你拉黑了我，我只能换个号码继续骗，只能毁了我。10年前我追着你跑，是我眼瞎，现在我清醒了，你最好也清醒清醒。去我那儿，还是去酒店？我不想让盛爷爷担心，也不想再欠任何人。盛总，董事会那边要求您提前回国说明情况。温念呢？温小姐上了顾岩的车，现在住在城南的悦华酒店。订机票。盛总，董事会那边好的。盛总，董事会临时改到下午3点。盛董那边，老爷子那边我去说。
文念呢？温小姐一早就离开酒店了。去哪儿了？查不到，她没回盛家，也没去公司。拨打的电后和你关系。继续查，把全城酒店翻一遍。爷爷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把念念逼成仇人的？爷爷，我只是想让他回来，您帮我这一次，我去找他，我当面跟他道歉。道歉？你当众拒婚的时候怎么不道歉？你伪造证据构陷他的时候怎么不道歉？我护不住你了，盛世也护不住你。董事会怎么决议，你自己受着。他不在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我也想知道。这栋楼我跑了3趟。温小姐，押金退你，但合同签了半年，现在走算违约。押金不要了，今天的事儿别跟任何人说。文念，记得吗？你18岁生日当众说温念，他也配。你当众羞辱我一次，我当众还你一次，两清了。上车。手脏了。你早就知道我今天要来。我猜到你会来，没猜到你会当众跟他撕破脸。他回我一次，我还他一次，公平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去报案。这些材料证明盛世集团前任总裁盛寒涉嫌伪造证据，诬告陷害，我要求立案。温小姐，您说的这些我们会核实，没有其他的事，你们可以先离开。之后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盛恒，有人举报你涉嫌诬告陷害、伪造证据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文念报的警。盛璇被抓了，但不是你报的警。我知道是谁。盛爷爷，您比我狠。爸，阿恒他只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？他构陷念念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糊涂？念念，阿姨求你了，你去跟警察说，都是误会，阿恒他是被冤枉的。阿姨，您别这样，没人冤枉盛腾。让他跪，他教出来的好儿子，他跪着求情，天经地义。盛军的拘留期限延长了，职务侵占的数额太大，检察院已经介入。盛爷爷怎么会突然住院？上次见他还好好的。盛恒被带走那天，老爷子当场晕倒在董事会，高血压加急怒攻心。所以他把亲孙子送进去，自己也被气倒了。盛总，职务侵占的数额如果坐实，量刑不会轻。但盛老爷子那边，文念呢？他来过吗？没有。温小姐递交了离职手续，和盛世彻底断了关系。他连看都不来看我一眼。盛总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取保候审。盛老爷子那边，他把我送进来的，他怎么肯保我？他不要我了，爷爷也不要我。顾律师，这么晚有事？文念，盛恒在
在看守所自残，现在送医院了。哦，人死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好，死了，便宜他了。盛恒，这一世你欠我的，我要你一件一件还回来。盛和手腕缝了7针，现在转去精神科观察，但他一直喊你的名字。顾律师，你什么时候改堂当说客了？对了，盛老爷子今早醒了，第一句话是让你去见他。念念，爷爷把盛恒名下的30%的股份转给你。盛爷爷，我不要股份。收着吧，孩子，这是盛寒欠你的，也是盛家欠你的。你每次难过都往高处走。我没有难过。那你在想什么？盛恒，想我上辈子是怎么傻到为他去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那时候太傻了。不过现在想明白了，死太容易了，活着才难。念念，阿恒，妈妈来了。他不会来的，他永远都不会来了。盛老爷子把股份转让签了字，公证处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我说了不要，但你也没拒绝。我要了股份就等于原谅了盛恒，我不想再和他扯上关系。那你得亲自去跟老爷子说，这是委托书，你签了字，我帮你退回去。念念，爷爷没多少日子了。盛爷爷，您长命百岁。百岁不百岁的爷爷不在乎，爷爷就想看着你和盛恒。我和他不可能了。那股份你拿着，就当爷爷给你的嫁妆。嫁妆？盛老爷子以为给我点股份就能绑住我？你可以卖掉。什么意思？我联系了买家，溢价20%，你这辈子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顾言，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见过你在天台上的样子。盛先生，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他卖了，他连盛世都不要了，他连我的东西都不要了。合作愉快，3天内资金到账。钱到账后，帮我捐一半出去。捐哪儿？妇女救助基金。这是你奶奶留给我的，她说要传给盛家的媳妇儿。我不是盛家的媳妇儿。爷爷知道，爷爷就是想给你留个念想。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爷爷欠你的，盛家欠你的。盛总，检察院那边证据确凿，职务侵占、伪造证据、诬告陷害，数罪并罚，量刑不会轻。他来看过我吗？没有。那爷爷呢？盛老爷子让律师团撤了。什么？老爷子说，盛恒，盛家不救了。盛恒的案子下周开庭。行。检察院那边我帮你提交了补充材料。3个月前你喝醉了。顾言，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别胡说。浴缸全是红的，他就在外面打电话，这辈子我要他生不如死。你还录音了？你当时抓着我的上衣口袋，自己把笔拿出来录的，我就没删。你还知道什么？
知道的不多，只知道你说这辈子让他生不如乳死。顾律师，你知道醉鬼女人的话是不可信的吗？念念，借一步说话。念念，你能不能在法庭上帮阿回说句话？阿姨，您别怪我心狠，申红之前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也看在眼里。您当时也不是从没替我说过一句话，所以这个忙我不能帮。念念，你就看在你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。情分？他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苦苦受了3年活寡的时候，您怎么不跟我讲情分？他伪造证据送我进监狱的时候，您怎么不跟我讲情分？什么活寡？什么监狱？念念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温念，你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！哪位？念念，盛恒，看守所还能打电话？我托了人，就想听你说句话。你想听什么？你还恨我吗？不恨了，恨你要花力气，我现在懒得花这个力气。被告人盛恒职务侵占、伪造证据、诬告陷害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念念，温念，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是不是？阿姨，7年而已，他欠我的不止7年。他上诉了，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让他上诉，让他以为还有希望，希望没了的时候才最疼。上诉驳回，维持原判。你去哪儿？透透气。我在附近，没进去，就看看。处理干净了，明天的新闻。没睡好，做了个梦，梦见他了。梦见我自己死了的样子，挺难看的。顾律师，别可怜我，可怜是弱者的特权。盛老爷子情况不太好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。他为什么见我？没说，只说要亲自交给你。念念，过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20年前我去孤儿院，一眼看中了他，模样最像盛家的孩子，眉眼像他父亲年轻时。他养阿恒尽心尽力，比亲生的还亲。念念，爷爷求你，别告诉他，让他以为自己姓盛。走吧，别让阿恨等太久。盛恒在监狱闹着要见你，见吗？原来你也不是盛家的，是时候拆开大家的面具了。你怎么有这个？老爷子给的。20年前，你和老爷子去孤儿院挑孩子，最后挑来挑去，挑了个最像盛家人的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养了他20年。你的儿子？那这个呢？20年前你根本生不出孩子，老爷子逼你去孤儿院领养，你挑都没挑，随手一指。我养了20年，20年不是亲生的又怎样？你以为我不想有自己的孩子？我怀过2次。第一次，老爷子说盛家不要女孩，让我打了。第2次，我偷偷藏着，4个月的时候被他发现，他说
盛家要的是继承人，不是一个先天有智力残疾的拖油瓶。所以，你就把盛恒当继承人养？不然呢？我养他20年，教他读书，教他做生意，教他怎么在盛家活下去。他这辈子只能姓盛。查到了。林婉清，盛恒的生母，20年前离开南城，最后出现的地点是邻省的火车站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没有记录了。没有记录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可能死了，也可能被人藏起来了。盛恒，你也不知道吧？你居然还有个亲母。林婉清的资料发你邮箱了。盛世的几个股东想找你，说想谈收购。股份我都卖了，找我干什么？不见。我也不知道，但他们开价比市场价高2成。告诉他们，盛世的股价还会跌，等跌到地板价，我亲自去收。你哪来的钱？盛世5%的干股，换你永远保密。盛爷爷，您这是封口费？是，买你一句话，阿恒不是盛家的孩子，这话烂在肚子里。我答应你，老爷子留给我的，换我守口如瓶。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林婉清的资料，他没死。人在哪儿？邻省的精神病院住了15年。精神病院？圣母送进去的，对外说是远房亲戚，没人查证。要告诉他儿子吗？先不急，好戏要慢慢演。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见林婉清。盛恒，你猜你亲妈见到我会说什么？你终于来看我了，念念。有个消息想告诉你。什么？你妈不对，盛母根本不是你亲妈。你的亲生母亲被盛母关了15年。想见她吗？求我。你再说一遍。求我。文念，你别逼我。逼你？你亲妈在精神病院住了15年，每天对着墙说话，你猜她现在还认不认得你？说了。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他求我了。盛恒跪在地上求我。林阿姨，认得他吗？好像。对，这是阿恒，你的孩子。他想见你，你想见他吗？他情绪不稳定，今天不能见了。阿恒让我带句话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蝴蝶，我的蝴蝶。您认得这个吗？我的孩子。我是盛恒的朋友。盛恒，盛寒是谁？
恒，我的孩子，他还没起名字，我的孩子还没有名字，他们抱走了，抱走了。您的孩子叫盛恒。盛恒，盛恒，我的阿恒。他偶尔清醒，但大多数时候……安排他转院去南城，麻烦了。又自残了，以后别这样做了。你现在还死不了。你见到他了？他让我带句话。什么？他说蝴蝶还在。想见他吗？明天我带你见他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见他吗？你出不去，他进不来，但你们可以看看。可以了，阿姨，看这里。这是谁？他，我是。你长得像我的孩子，可是我的孩子不见了。顾言，让他看看手帕。蝴蝶，我的蝴蝶，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盛恒。盛恒。说。林婉清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护工说有人来接她，手续是盛家的。人在哪？什么人？林婉清，你藏了20年的人，你知道了。人在哪？放心，他死不了。她是我姐姐，我怎么会让她死？查到了。圣母和林婉清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当年林婉清和圣父是圣母设计的，她需要盛恒这个儿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然后她又把盛恒带到福利院伪装成孤儿，所以她把林婉清关起来，把盛问据为己有。现在呢？为什么突然转移？因为圣父死前立过一份遗嘱，遗嘱里把南城那套老宅留给了林婉清。圣母不知道？知道，但他以为林婉清这辈子都出不了精神病院。现在有人要翻案，圣母怕林婉清清醒过来，把当年的事抖出来。翻案的人是谁？林婉清的亲弟弟林远。20年前的事儿，他现在才出来，一直在国外，最近才查到姐姐还活着。有意思。圣母现在把林婉清藏哪儿了？城郊盛家的私人疗养院。这位小姐，这里不让进。我就看一眼。蝴蝶，我的蝴蝶。阿姨，有人要来接你了。接我？阿恒，
我的阿恒也来了吗？来了。好。你真要帮他申请？林远以亲属身份起诉，要求重新鉴定林婉清的精神状态。盛恒作为本案关键证人，可以申请临时外出。证人？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但他是林婉清的儿子，法庭需要他，林婉清也需要。他真的在里面？上车。林远，像，真像。你就是盛恒？人呢？在里面，但他不太认得人。姐，你看，谁来了？你长得像我的孩子，可是我的孩子被人抱走了。恒，阿恒。谢谢。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想看盛恒被剜心刺骨疼得站不起来的样子。蝴蝶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时间到了。我还能见他吗？看你表现。手帕还我。林婉清的转院手续办好了。去哪儿？南城精神卫生中心，独立病房，24小时监护。圣母那边没有动静，他的人在查林婉清的病史。查吧，查得越清楚，戏越好看。蝴蝶，我的阿姨，有人要来接你，你想走吗？走？去哪儿？你故意的。什么？让盛璇见林婉清又把手帕要回来，你在试探他会不会私藏。他藏了。什么？林婉清修了2块，一片给我，一片塞给了盛英。他以为我不知道。阿姨，您修了多少块？好多，送给阿红，好多。这一天，你也记得？我记得，他们抱走他，我追不上。查到了，林婉清在盛家老宅住过3年，盛恒被抱走后，他被送去邻省。3年，他清醒的时候，盛恒还在襁褓里。盛母当时以养病为由把他送走，对外宣称病逝。病逝？
她还秀吗？你猜这是哪一天的？我走的那一天。你出生，他绣的第一块。你被他抱走的时候，这块手帕在你襁褓里。你凭什么？凭他绣了20年，凭他还记得你。姐，我来了。远儿，谢谢你，让我见他。他今天清醒吗？断断续续，但他认得我。圣母的人半小时前进了医院，以家属名义要接林婉清回家养老。他倒是急。林远呢？在病房守着，但圣母的人带了份协议，声称林婉清签字放弃过盛恒的抚养权。终于来了。林先生，这是盛夫人的意思，林女士应该回盛家养老。我姐不回盛家，您说了不算。20年前，林女士签字放弃抚养权，盛家才是。20年前，这份协议，你们看看，签名是伪造的，笔迹鉴定，要我念吗？你怎么知道签名是伪造的？我对比过，协议上的签名用力过猛。你早就知道。我猜的，但圣母太急了，急到忘了做全套。夫人，您这步棋走得急了。林婉清醒了，盛恒出来了，又怎样？你以为盛家只有我一个姓盛的？老爷子还留了一手，你猜是什么？盛爷爷留了什么？你猜？我猜是遗嘱。盛爷爷死前立过3份遗嘱，第1份给盛恒，第2份给我，第3份，您猜给谁？你确定在这里？盛爷爷说过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20年前，林婉清产后被注射过药物，这份病历上面有您的签字。你从哪找到的？老医生还活着，他藏了20年。你什么时候找到老医生的？3个月前，林远先找到的。那病历是真的？半真半假，真的是林婉清被注射过药物，假的签字是我仿的。圣母太急了，急到忘了核实。来看笑话。林婉清让我带给你。他知道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你也喜欢蝴蝶。对了，老医生明天出庭。20年前，盛夫人让我给林女士注射镇定剂，说是产后抑郁，但剂量
远超正常范围。我提过异议。你胡说！这是当年的处方，我藏了20年。盛恒在狱中跟人打架骨折，被送去医院了。什么时候？半小时前，他听说了庭审的事。哪个医院？南城第一人民，但圣母的人也在那边。你来了。他让我没有嫁给你。文小姐，盛夫人让我们接少爷回去。回去？回哪儿去？盛家还是监狱？法院刚下的令，盛璇暂时由林婉清监护。你把盛恒交给林婉清，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监护？他绣的，给我的。他清醒的时候叫我阿念，糊涂的时候叫我蝴蝶。我把盛恒给他，不是帮他，是帮我。原告要求确认与林婉清的母子关系。她是我妈，亲妈。被告盛夫人因精神问题无法出庭。你以为赢了？林婉清的病情鉴定，我让人重新做了一份。您装疯，我装不知道，但林婉清醒了，您的戏还怎么演？盛氏集团5%的干股赠与温念，老爷子，您早就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来了。你拿了什么？盛家的东西。老爷子给的。我妈林婉清，她还好吗？她很好。老医生的录音，你想听听？你敢！盛夫人，剂量太大了，会出人命的。让你做就做，你不做，你就得死。阿念，蝴蝶。阿恒，我的阿恒，他明天来看你。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个，解释解释。老爷欠了赌债。所以把我卖了？不是卖，是寄养。盛老爷子答应过会好好待您。爷爷，我以为盛爷爷让我住在盛家，待我好，是因为您救过他的命。原来让我住在盛家是抵押。我爸现在在哪儿？老爷去年没了。怎么死的？赌输了，被人。活该。你
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爸把我卖了。我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又能知道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你爸把你卖了？他绣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吗？因为他是你们所有人中真正对我好的人。这是你爸写的，给林婉清的，没寄出去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信是死前写的，藏在老宅里。我对不起你，阿恒，我护不住。盛家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别念了。阿恒5岁那年，我知道了他不是盛家的种，但我不能说。什么意思？你爸不是盛老爷子亲生的。关于盛恒保外就医申请，本庭申请人温念。申请人与本案关系。盛环是我哥。你，我有代养协议可以证明。查到了，盛老爷子确实有个亲儿子，20年前车祸死了，没留后。所以，盛恒还是唯一的继承人？不，老爷子立过遗嘱，盛家产业捐了一半，剩下的给林婉清。阿恒，蝴蝶，妈，我在。阿念，来，阿姨给您的。阿恒，阿念，一对。老爷子给您留了话，盛家对不起你，但别恨错了人。原告盛庭，请陈述诉讼请求。我要求确认我与林婉晴的母子关系，并要求法庭认定盛母以欺诈手段剥夺我的身世知情权，构成侵权。被告盛母是否出庭？被告因精神问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无法出庭。这是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。精神问题？装疯，他根本没病。原告请控制情绪。法官，我作为本案证人，可以提交一份补充材料。这是盛母过去3个月的通讯记录、银行流水，以及他与私人医生的加密邮件。一个精神病人应该不会和律师团队开视频会议，是吗？他知道林婉清也在那里。知道，就是冲他去的。装疯撞上真疯，阿姨，您这步棋走得真丑。盛母，你以为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能逃过庭审？那地方姓温。
谁？给您送份礼物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您姐姐醒了。她醒了又怎样？她还是个疯子。疯子？鉴定报告说，她具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，可以出庭作证。你收买了鉴定医生。您猜，林婉清醒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他要抢走阿恒。不是抢，是拿回。我养了他20年，20年，你以为法院会听一个疯婆子的话？您说的对，但您忘了，林婉清疯，你也疯，两个疯子打架，您猜法官更信谁？法院传票，3天后开庭，林婉清作为证人出庭。圣母呢？她申请了人身保护令，说自己被威胁。威胁？3天后让她们姐妹在法庭上重逢。20年了，该见一面了。对了，通知盛恒，告诉他，他妈要上战场了。证人林婉清，请陈述你与原告盛恒的关系。他是我儿子，我亲生的儿子。他撒谎！阿恒是我的儿子，我养了他20年。被告请控制情绪。妹妹，你抱走了他，我追不上。我没有姐姐，我是盛家唯一的夫人。蝴蝶，还记得吗？这块帕子，你还留着？留着，等阿恒回来，给他看。他绣了20年，每一块都有我的名字。现在知道了，我欠他的。你知道就好。我要给他写信。不用写了，他给你留了东西。他什么时候？清醒的时候，他清醒的时间不多，都用来绣这个。盛夫人，最近3个月股价跌了40%，您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股价变动是市场原因，与公司经营无关。是吗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盛氏集团持股5%的股东，根据公司章程，我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盛老爷子生前转让的股份是真的？那5%能干什么？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那笔钱先转到海外账户，国内审计查不到。夫人，这不是小数目，万一查到我扛。老爷子死了，盛氏现在姓我的姓。盛夫人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录音是伪造的。这是过去3年盛氏集团向海外7家空壳公司的转账记录，总额2亿3千万，每一笔转账都有您的签字。这是我的钱，这是股东的钱，你他妈转哪儿去了？我没有。盛夫人，您涉嫌职务侵治、挪用资金、伪造财务凭证，请配合调查。温念，是你算计我！我算计您？您算计林婉清的时候想过今天吗？您抱走盛恒的时候想过今天吗？说。圣母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，车祸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严重吗？肋骨骨折，脾脏破裂，医生说不
一定跟我去。哪家医院？南城第一人民医院。文念，你要去吗？去。如果他能清醒，我希望他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我。我，别喊了，他听不见。你来看我笑话。这是您的认罪书，我让人拟好了。只有5分钟。您为什么？我养你20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妈秀的，秀了20年。您抱走我的时候，她在后面追，追不上。您知道她追了多远吗？从福利院追到火车站，13公里，赤着脚。您知道吗？她签了认罪书。安妮，过来。阿恒签了放弃成全。签了。您转走的2亿3千万，他已经签字授权，用他名下的股份填上窟窿。我以为他会跟我争，我才……你以为所有人都像您一样？我养他20年，他不是亲生的，我1分1毫都怕他抢走。他从来没想过抢。你为什么帮他？帮谁？帮盛恒，还是帮林婉清？都不是。我帮我自己。被告盛母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，数额特别巨大，证据确凿。我认罪，但有人谋害我。被告指认何人？温念，他去精神卫生中心威胁我，给我看林婉清的鉴定报告，恐吓我。他逼我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。我申请提交监控录像。监控显示，被告所说的威胁情节并不存在。他不是来看我，他是来刺激我。他给我看林婉清的报告。我确实去看了他，给他看林婉清的鉴定报告，是因为他有知情权。林婉清是他的亲姐姐。我没有姐姐。这2块手帕是林婉清绣的，一块绣着妹妹，一块绣着原谅，都是给他的。他认不认林婉清是他的事，但林婉清认他这个妹妹。圣母的判决下来了，7年。和盛恒一样。你算好的。您糊涂的时候绣了线，您清醒的时候绣了亮。清醒和糊涂，哪个才是真的您？林女士，您以盛为生母身份出席公众场合，有什么想说的？蝴蝶，我的蝴蝶。我姐姐精神受过创伤，请大家理解。林月，阿念，这里。阿姨，这么多人，紧张吗？给你的。您什么时候绣的？昨天。阿恒说你帮他。温小姐，您和盛腾是什么关系？兄妹。你也是盛家的孩子？不是盛家的，是盛家收养了我。20年前，我爸把我寄养在盛家，盛家养了我，也毁了我。但我不是来讨债的。今天是他的日子，他等了20年，不该被我的旧账抢了风头。你来接我。盛家老宅我买了。为什么？
不是为你，为那个5岁的我，要一个交代。李婉清，我妈呢？在她自己的公寓，林远给买的。你什么都安排好了？不是我安排的，是林远。阿恒，妈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以后不走。给。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你们母子好好说说话。阿恒，别哭。妈，您认得我吗？你是阿恒，我的阿恒，这个给阿念。这里以前有棵梧桐树，你记得？我记得你爬上去下不来，哭了，我在下面接着你，你跳下来，砸在我身上，砸断我一根肋骨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只是不想再记得了。谈完了。盛恒呢？他在里面，一个人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去林婉清那里，他今天约我做手帕。你也会绣花了？不会，他教我。